上一集，众人受邀参加苍河的新书围读会，等待即将公布的喜讯。1个小时之后，围读会正式开始。然而1小时后，大百科和众人却发现作者苍河已经死在了自己的会客室内，死者手指、嘴唇均呈发干状态，且无其他外伤，初步判断为窒息死亡。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率先来到新书围读会的何小说、张设计、荣博主、勋编辑、留学生当中，但众人却意外得知，苍河在会客室是假死。真不在了！凶手又是如何得知真假死计划的？刚才的半个小时才是真正的杀人的时间。苍河假死布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真妙，都有可能自己就服毒装死。进我房间这个人，你就岂不就是嫌疑人？你就是这个杀人犯。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惊喜。他能去哪儿了呢？不翼而飞。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下去能找着啊？那谁水性好啊？来下去。我这不行。哎，张可以，他不是钓鱼。对，你给钓上来啊！你把那个钓上来，快！要不我找个鱼竿去。你把它钓上来。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钓得上来。张公子给我发来信息了。张公子谁？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哎呦，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啥？他说大百科我也很想你，然后我在海上没有这句话，没有，我就说我们的这和这战特关系都特别好。然后那个大百科，我在海上办案的时候，意外打捞起了一具沉海的尸体。经 DNA 检测确认死者为真妙。死者这个嘴唇与手指发干，疑为窒息死亡。听说你去真的妙妙屋参加了围读会，你那边是不是出事了？需要的时候及时叫我，赶快过来吧。你就说你来呀，你来呀，你跟他说。来，他说来，你来呀，张公子。来，张公子，来，我来了。每当有人叫我一声张公子，我觉得他只不过是想涨工资。我来了。怎么了？我们说来就来啊！曹操啊！你来了，你来了，你是呵吗？你来了。他还有一个点，他说他身上绑了那个哑铃。对，哎有还真是身上绑有哑铃，无其他外伤。关键现在不念。那还是得破案。对，因为就是他死了，那就是凶手进来，在他假死期间给他绑了哑铃，直接从这儿坠海的。他装了一个监控啊，可以看所有人谁进去过了呀。但在哪儿看呢？图书室，这个打不开是吧？对，监控素材应该在这里啊。图书室在那边。图书室。这会儿能开了？还没电。哎，哦，又有新发现，这张画
哎，这里有个暗格。哦，小暗格。就是他都知道的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的。你看他对你的恨是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终结仓河。这个《仓河的假期》这本书是勋自己炮制的。一辆疾驰而来的车辆将这位侦探撞飞，当场身亡，真妙。我告诉他，仓河呢其实不是他个人的资产。他对我的是，就凭你还敢拉踩仓河？连脸都不敢露的人，谁知道皮下是什么样呢？我就在阴阳他。就是他们俩，反正是劲敌。你还敢哦，原来是这种。离婚，你永远是他的替身。我很喜欢穿裙子，但是跟他认识以后，他让你穿裤子。他说你最好不要穿裙子，因为他根本就没爱过你。男生没有签，他不愿意离啊。哦，哎呦，真伤人。你永远是他的替身，拿着吧。我才不要。那我全部排查完，只剩他的不在场。就奇怪。他就是车祸的时候查过，只有你的不在场证明。莫娜那个，友谊路上午发生了交通事故，你知道吗？交通事故我不知道，我那天路线是在上个路口右拐往美术馆去的。莫娜 M207年出了车祸，抢救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我当时撞的那个女孩，刘爸爸，这是他吗？独自抚养刘星，得把他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这个意思是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就是我得拦着他去发现真相，别让他自己去查。也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关于我父亲的那个事情。对，我父亲不是遇见一个车祸，对，然后他就牺牲了。我突然想起来，说那天好像有人其实是在动那个广告牌。我越琢磨就越觉得那天动广告牌那个人可能就是真叔，他算是我在孤儿院的资助人。哦，他现在就是再次证明了所有人的那种就是杀人动机嘛。不是，是他朝我们的动机。对，我们每个人的杀机都是被他逼出来的。对，这一次的围读会大家都很惊喜，因为他没有搞过这种活动，他从来没露过面。对，他就专门挑了咱们几个人来见他。我也觉得他是挑的我们。感谢各位赏光，参加我的新书围读会。这里还有这个密码没出来呢。哦，对，还有一个密码。对，然后这个也没开呢，不知道几位。这个会是莫娜吗？真的假的？开了。哦，嗨，有个手机，就是一个预读变色，快速检测。检测上哪检测呀？检测什么呢？关键是就是你把这个试纸放到溶液里面，只要是橙色就说明有毒药。那不就是那个冰桶吗？莫娜代写的，他是调查组长，是重案调查科的，他是一个警察啊。莫娜是个警察，所以说莫娜有那么多的故事跟灵感可以给到这个作家。真妙的那个灵感是来源于这个女孩，明白？对。好，妙侦探终于破解了案件，凶手在羞愧之下自杀，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第二天，一本厚厚的卷宗被送到了妙侦探的书桌上，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谜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嗨，你也喜欢这里？这是我的小说草稿，不要给其他人看。我认真读了故事，觉得轨迹不错，但总觉得哪里少了些什么。这是莫说的，不合理吗？莫说反而太合理了。我认为观众更在意角色的情感，人的情感总是自相矛盾的。然后真说，可我不懂这些。他说多体验生活总会懂的。以后我再写小说，你可以帮我看看吗？我们是朋友，当然没问题。真的，所有的成名的小说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叫莫娜。所以莫娜给了他这个灵感。不是，是莫娜给了他说多体验生活会懂，然后他就误解成为了要多去杀人。哪有这么阴暗呀？真的吗？
2007年4月29日，一名女性行人被车辆撞倒，肇事司机当场逃逸，伤者送医后几度陷入昏迷，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成为植物人。他逃逸。张干的。这手机有一个 app， 监控可以把它变成文字，有一。 4点10分，真妙进入会客厅。5点10分，大百科和小说张设计、勋编辑、留学生荣博主进入会客厅。啊！5点25离开会客厅。6点半，大百科和小说张设计、勋编辑、留学生荣博主进入会客厅。6点半就刚才啊，因为咱们休息了半小时，然后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啊，没有。 那么凶手他是怎么进来会客室吗？走，会客室看看这有什么东西。会客厅，他是不是有暗门？这个屋里哈，底下那个柜子。 哎，能打开。哎，这死面呢？哦，这个柜可能动，肯定动。是。看这两边这个，这柜这缝儿，这个柜的背面啊，这边一转正好是那个，刚才咱们看那个圆的那个地方。 这是感觉这个感觉这好像能转似的，是不是？中厅去看一眼那个机关，看能不能把这个推开。这咋推啊？这中间还是得有一些办法吧？来，使劲推来，我跟你们一起。不能吧？能。能动。哎，硬动啊！ 动了，就这么简单。哎，小心别夹着啊！哎，来了，等会儿先让他进。再见。就是这样。好。哎呦，有点害怕。大转盘。哦。 先把它放进来，就是这样。这里有个箱子，这儿一个箱子，先拿箱子。先让人进来吧。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在门口。不是，这有一机关。等会儿这，先让人进来，在乎一下孩子吧。还在推，我们来接你了。 Hello， 来，快走进来啊！然后两边有门呢。先拍了他再说。开了，这门开了。哦，这能开门。那我摁这个了，拍亮了，拍亮。这边也开了，它这是能通的，好聪明啊！你看这儿有一个那个药物储藏，然后打开了之后，啥？玄而又玄，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会专门有个这个箱子呢？就是里面以前曾经是有药的，但是现在没有药了。 哦，备用药箱是他服用的假死的药。备用药箱是真弄的，然后凶手最后是抄着这条近路过来，因为他要避免在大厅和走廊跟其他人撞到。对。可是凶手怎么会知道这个转盘的？ 因为有人在这住了好多年，就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呢就是很早就知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凶手刚知道的。
有可能是刚知道，也有可能是刚知道的呀。我觉得不一定是早知道。对啊，也不一定是早知道啊。因为这个转盘，死者肯定用过，他把药箱撂在那儿了嘛。死者用的时候被凶者目击了啊，很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那谁都没牌。走，去那讨论室。我们有平面图吗？房间的平面图有吗？我们这得自己画是不是啊？自己画。我这儿有一个。那这是谁？第一个是张勋和。然后这边是书房，这个是图书馆，然后这个是我，这个是荣。这有一个走廊，中间这屋是大一直在这儿，中间的那段时间，实际上只能走这儿，对吧？对对。其实我们比如说每一个人啊，从勋来讲，我来讲，这些人除了刘不需要经过任何人，他可以直接来密道来到这儿，再回到自己房间。其他每个人都有会跟别人撞见的可能性。比如说勋，他要先经过我，从走廊经过荣，经过刘来到这儿。咱们先说嘛，就是真今天给自个儿弄一个局，他是感觉是一个假死，他的目标咱们不太清楚，对不对？他就是说最终要干嘛，咱们不知道。咱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真妙今天邀请大百科来，是不是他心中的一个？那当然，我觉得真把大邀请来就是要共襄盛举。我觉得这是要类似于当一个见证人的状态。对，在真的计划里面，他的希望是大来了之后，发现他以为他死了，然后就开始把我们所有人摸个点儿掉。在他心中可能也有一些他不是特别完全确定的事情，他希望大来帮他查清楚，然后最后叭，我醒来，我得知所有的真相。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见证者，大也是一个破局者。确实，对。我现在脑海中有一个大概这样的一个复盘的一个状况：真为什么那么刻意的进到屋子里边跟我们说好，我现在要回房间，然后大家等1个小时图书会，但其实1个小时之后这个时间就是你就到了。所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是真的有人给真下了毒，真也知道有人会给他下毒，他借着有人给他下毒这件事情，他吃了假死药，他没有碰见毒，他装死，这样凶手就觉得说真是被我给毒死了。毒死完之后，这个时候可能在整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凶手就会被抓到，把凶手绳之以法之后，真突然醒了，说：“嘿，想杀我，我装的，我知道你要杀我，你没有杀得了我，我识破了你的阴谋。”不是他怎么会知道有人要下毒他呀？对呀。他得让你来到这儿，那个人还得知道环境，比如刚才你猜那个，还得从这通往到这口那儿，正好能投下来一个毒。我觉得他未必知道是要下毒，但是他知道那个人想要杀他。但是杀他如果拿刀杀的话，他假死就不成立。对啊，他这个假死一定是我已经知道有人要用这个特别准确的要用这个东西来毒死我，我才可以干这套。他有一种方式呢，可以用引导的方式。我知道你对我有杀机，且我引导你，告诉你我这有这种毒。于是呢，就变成你来的时候可能都没想好怎么弄，但是我诱导你，你用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我再用我的假死药去，对，就等于是凶手是被他操纵着、牵着鼻子走的啊，他一步一步的，对。那我再提一个问题：真假死的时候，他人是真的老老实实待在那个会议室里吗？因为很危险啊，侦探还没到。这一堆人对他有杀机，他敢吃了假死药在那里面等着？我觉得他的安全感就是在于，当你看到一个人已经死了之后，你不会再杀他第二遍，因为假死看起来就是死了嘛。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嘛，只有荣格特这种非常专业的才能判断他没有真的死。所以看到一个人已经死了，你不会想杀他第二遍。荣格特的短信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会有膝跳反应。
就是他如果是在假死中的话，假死的时候他就会单腿蹦嘛。就是如果他是假死的话，一下，你在触碰到了膝盖的时候，这就说明他是假死那就是说，在我们休息那个半小时里边，凶手去试图搬运了这个，当时他以为是尸体，不小心触发了膝跳反应。不是，那如果是这个凶手，他为什么如果他不知道真的计划的话，在我们的视角里面他已经死了，对，他不是假死，他为什么还要进去跟那个尸体有交互呢？死了之后还要再去碰这个尸体。有一种情况是他知道这人是假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要去找什么东西。现在关键就是下你好毒的人是不是就后面沉尸的那个人，就把尸体扔下去那个人，是不是？我觉得不是，有可能下毒的人跟陈海的就不是一个人。那既然反过来，其实下毒那个人以为自己下了毒，但他其实不是凶手。我觉得是一个人。如果说下毒的那个人，你现在可以站出来说，今天我只是下了毒，但是我的毒并不是他的死因，他的死因是被人给扔下去的，绝对不是他，对，你就直接站出来认不就完了吗？对。没有人认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人了。确实，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还有一个点是要来判断这儿的这个毒是谁下的。啊，酒里有毒吗？冰桶里有啊。放一个，有没有？红了。真拿着冰桶和里边未开封的上头水回到房间，这个行为一定是做给投毒的人看，就想告诉他说：“你看，我拿走了，你投毒的东西我拿走了。”我就要死在里边了。我觉得他不在这下的，在这下的我们这些人都完了。你能保证我们不在自己的杯子里放一块冰吗？要一定是通过那出风口。但是我们在冰桶里边看到了毒啊，就是通过通风口的，因为它就在那个，要不然投到冰桶里的。但是我觉得得去看一下那个通风口道。刚坐一会儿，去看一眼吧，这个很重要。这通风口的这口道也不知道通在哪儿。对啊，这通风口你都不知道通在哪儿，它这中间来回转，它通在哪儿啊？对呀，它通不过来的，没有口，这是圆的。哎，咋了？如果他不走这个通道，这个口是从这儿拐。啥？他又开脑洞。这个吗？他是这样拐过去的，但是而且这儿高那儿低，我在这儿扔进去，正好落在那儿。哎，扔个东西试一下就知道了。那个那药丸，我给你拿药丸。什么？你发现什么了，张？拿个球，我扔一下。哦，对，这个厉害了，张哥可以，张哥扔一个。我在这看着呢。大家就投吧。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过不去吧？已到位，到位了，过去了。哦，直接轱辘了，那就对了，过去了。他会在这儿投毒，但是真在这儿，我也知道你会在那儿投毒。他在这儿坐着，你这会儿没晕呢，一个东西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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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过来掉进去了。你说我不是真知道有人要给这在这滚球，那是威森真是知道有人在滚球，但是凶手这个人，他知道真在里边坐的好好的，然后我这时候扔进去一个咕噜咕噜滚进去，真也看不见。所以下毒到现在没认嘛，太丢人了。这个是。这个不合理吧？扔的人怎么知道他在里面接呢？这太蠢了，这太蠢了。那可能就是比较蠢，因为其实真啊，他给你留这条路，他在里面通过这个，我是能看你下毒没有。哦，你确实有人下毒了，我才吃假死药。
万一没人动手呢？他自己假死干啥呀？没有，关键是他凶手怎么能保证这个药丸能够掉到冰桶里？冰桶是真放的，他怎么能够让真放在那里？放在那儿？不是，我是觉得这是真的一个计谋，真在里边一定会接住啊。他只要放就行了，他只要给我咕噜就行。但就是说，凶手怎么敢扔？对呀，你要说的是凶手怎么敢扔嘛？你唯一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事情简单化，就是通风口的下端就是茶几，喝酒的时候就会放在茶几旁边，然后呢，这个东西掉下去，它就会掉到茶几里面，而且真不会注意啊，配合度太难了。其次，这个药丸到底是谁买的？这一大盒放在真的书房，这到底是真自己的东西，还是说是凶手拿了一大盒过来之后，那不能是凶手我一捅，肯定是真的，肯定是真自己的。那真自己平时弄这东西干嘛呀？我觉得你好毒不是凶手的手法。你好毒前面是真的计划4点半之前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计划，对，也没有人碰巧去扔，也没有人全部都是真做的一个马虎眼。他这个假死就是想要大来带着我们一群盘到最后，这个人不得不承认怎么样。我懂了，他自己把那个你好毒放在冰桶里了，对。然后他就在那躺着吃个假死药，他就等5点大来的时候开始调查。可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没做这件事，我们怎么会认我们是杀他的凶手呢？对啊，但认不了，他就要查你的东西啊。对，查你的东西不就把你们这之前犯的事儿不都查出来了吗？对，是这意思，对了，是我是这作用。得有人动毒，得有人动，就肯定要有人动毒，得有人动毒。得有人动毒，现在都没有人承认。如果没有人就是毒跟扔是一个人，他就没法认。如果没有人动毒的话，大过来，然后真醒了之后说：“哈，来，大告诉我，刚才谁向我下毒了？没人向你下毒，你自己吃个假死药玩呢。”那真不就搞了一个乌龙吗？对啊，自己吃。药丸一定有人扔，就这个点在于他在那儿布的这个局，专门留的这个线索，药丸一定有人扔。我觉得是给侦探看的，我觉得没有人扔药丸，我听进去了，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就那个第一轮的毒很有可能是真下的呀。不，真自己给自己下毒就吃假死药，这他还找侦探过来查，查完了他就是个笑话。这查的是什么呢？查的是我们一轮发现的那些证据啊。你想，真组了4个局，提前2天把你们4个人叫过来，他一定会保证自己一定有一个办法让你们去害。已经了解到了那些他都把我们所有人的秘密都查出来了。是他查到，但不是我们自己说出来的，是两码事。但是我们得有行动，我们得下毒，然后我们被侦探抓现行，我们才能坦白。哎，不是，不着急啊。然后呢，不着急干嘛？咱们看。我说，哦，你看看，全套的吧。程序员又来信息了。不是你当侦探助手挺多呀？那可不嘛，他背后有都是我们专业的队伍。对，我们是一团队，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来了，我是今天有空，他们家里有事儿。团队来了。对，他说大百科，听说你在真的妙妙屋办案，好想你。那么你也不行，实在不行让他来一趟吧。这肯定没有这个。不是，我相信下一集这些人就要聚会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前奏哦，还有图片。哎呦，我黑进了真妙的个人云端系统，发现了一张被删除的文件，一张整个的图，来大家看一看。医生说我还有1年，我心想凭什么？我把诊断书撕了，并决定做点什么。我安排好工人给妙妙屋安装了超静音、超丝滑密道和通风管道。开启密道的方式就藏在书房的相框里，如果是他，一定打不开。把它放在电视上好吗？可以。开启密道方式藏在书房的相框里，这咱找到了吗？也没找到。没找到。再找一找吧，这张画哈。是他在书房，是这张吗？不是，是靠着被
是有个类似于遥控器什么东西，肯定还是对，他其实他不能靠这个纯手工那推。没有，没在这屋里是吗？可能是凶手已经把它拿走了。凶手一定知道这个密道了，凶手没有从大门进，他一定要从密道进嘛。哎，咱们在翻了一搜的时候，照片有没有可能一搜的时候那相片还在啊？从行为逻辑上来说啊，他不可能就是在那个半小时，他在无头苍蝇似的，一定要去厨房找那个密码，对吧？他一定是在前面就已经发现了，很笃定的去从厨房，要不然他谁知道此路这个密道到底从哪儿开始啊？而且密码一定在那儿呢，就盲找到书房的概率太低了。我强烈感觉一搜的时候那个相框还在。书房的全景照片吗？没有，不是，没有，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哎，就是这张，就是这张，就是这张，他在一搜的时候还在，一搜的时候在，就是一搜的时候那个人看见了这个东西，然后他把拿走了，是不是？现在不在了，肯定不在了。那个人咋知道的呢？对呀，就凭一张照片怎么能知道？不是，他那意思就是那几本书呗，那几本书就是机关。这是一个排列方式。我还是得去看一下书房的相框。绿红，绿，红，对，这个黑的也在这。没错，开了，懂了，开了，把书房里的书按照这个颜色摆好，摆下来之后，门就开了。他说的就是这一张照片被偷走了。关于那个开启的方式就藏在这组密码里，然后凶手拿了这个之后，掌握了方式之后，这个相框已经和尸体一样沉海了，或者怎么样，就证明凶手是在二次进去的时候把它给销毁了。我设了一个有趣的局，请你们来杀我。受邀的4个人里，有的人真的很恨我，有的人是故意中想完了。我要的是每个人都洗不清。真的恨他的人是谁啊？是他。你都是被种下的，对吗？他4月20号过来给我发第一个要挟信息，说我要你200万。他可能是真的缺200万吗？他不缺啊，他不缺呀。他为什么要我200万呢？种下杀机，种下杀机啊！他从那会儿已经开始有在布局了。我种下的肯定是咱俩。他一入住就是照片放在那儿，那就更是直接就来了。对。但是我来的时候不知道他指的小秘密是不是那件事情。我来第一眼看到那个照片，我就五雷轰顶，他说的居然就是这件事情啊。好，对你说的是什么？邀请你来。我不是种下的，我恨他，因为我们受邀的4个人里面，你总得对一个嘛，你要么是恨他，要么就是种下了杀机。
我是让他改稿嘛，他说不改。突然要发布这个围读会，我觉得是不是写完了？所以我来看看改还是没改。如果看是没改那一版，就还是原来那个撞死那一版，我肯定是要告他的。你当然算恨他了，因为他要那个把那个莫苍河写死嘛。你恨铁不成钢，你这个恨，你是这个恨。而且围读会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发生过嘛，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围读会嘛。他之前都不露面，肯定不可能有围读会。对呀，所以他就邀请他来一个围读会，他肯定觉得奇怪，他就来了嘛啊。对，没有。他现在目前就是说改稿这事儿，然后你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杀掉他，他又露了面儿，然后又把他写死了，他就没有财路了，是这么简单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他邀请勋来是因为这个苍河的假期？就是他不能够允许这个人再继续用苍河再去圈钱。因为他知道莫娜已经走了，那么他如果再继续做这种事情，他觉得在玷污他心中的苍河，唯一有可能就是这个理由。荣就是来离婚的是吧？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离成，我是带着签好的字来找他，就是他邀请我来也很奇怪。哦，你恨他？我恨他。但是你来之前可能还没那么恨他。对，我是一搜以后发现了，你只是他一个替代品，而且他没有必要让他的现在的妻子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的。他说了，每个人都洗不清嫌疑，他受邀了，那就说明你有罪。我没有罪。你一定是有罪的。我没有罪，没有罪，你不会来到这儿。我没有罪，我就是想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就这么简单。我都已经搬出去了，我有了我自己新的生活，哪怕我做主播赚的不多，但是让我自己觉得很自由。我明白，但是重点，他为什么找你回来干嘛来呀？他受邀4个人。刘先生，你真的不是他邀请来的吗？我真的不是，我那有信息啊，我有聊天记录作证啊。在我的概念里边，这个真妙，某种程度来说，从我现在已听下来的所有逻辑里边，我觉得他不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但是从你的角度，他是。从我的角度是，但是从我的角度上，那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3套手法，关键是3套手法。这3套是哪3套呢？一个密室，就是他把那个锁给换了；一个假毒药，一个转盘，3个嘛。哦，这就是对啊，他的3套手法嘛，就造成了一个就是好像是悬而未决的案。他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就不能很简单的破了。就你比如说，他造成密室，就是下毒的人怎么出去的，就多一层烦恼吧。于是他就盘吧，因为他有个转盘，这又多了一套手法，你又没有办法盘了。包括那个药又是个假药，因为他吃的个假药，所以他一定要让大百科极度为难，再把这5个人查的每一根毛都很清楚了，他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那个人必须当众说出自己的秘密，是成为杀死我的凶手，还是害死莫娜的凶手，他非选不可。朋友们，凶手肯定跟莫娜也一定会之间掺杂着关系，要不是真的恨我，要不是被我种下杀机。我为什么要种杀机？是因为你跟莫娜有关系，不然真也不可能恨到这个程度。莫娜跟我没交集。2007年7月2日的时候，我家才出车祸，我13岁。你们身上我都找出了一点点，起码有一点点的可能性。我跟莫娜没有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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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娜在我的世界里面是今天刚刚2个小时之前才出现过的一个人物，我也不知道有莫娜这个人存在。这个牌儿，我觉得它也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西辉市调查局莫娜调查组长重案调查科。是，所以说他有没有可能他查过你动手杀那个人的事情？这个有可能，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出口。对，这个也是个出口。就那莫娜，她作为一个重案调查科的科长，她有没有可能调查，而且威胁你说，哎，你看这个东西，我知道你杀了人。我知道莫娜有可能在查这个事情，但是完全没有查到我这儿。那真妙怎么知道呢？对，就是他告诉过他呀。对。也许莫娜查过我，但我跟莫娜没有过交集，跟我知不知道莫娜在查我有没有没关系。真知道莫娜在查，真又看了我的小说，从莫娜的调查到我的小说完全对得上。然后莫娜又死了，于是他完全可以合理。莫娜在查到我的时候，我把莫娜杀了。对了，所以真认为你有这个可能。对，他拉你过来试试到底是谁。这个对了，这个对了，这个对了，这个合理，这个合理，这个合理。他如果真的觉得是谁杀了莫娜的话，他就不用组这么个局，对，费这么个事儿。对。为什么他有可能杀死莫娜呢？或者我换句话说，真为什么会觉得莫娜他有机会杀莫娜？那你从真的角度想，你有什么可能？我没有可能，那就是他。那你为啥来？他跟我说有唯独会啊，我就来了。那你为啥被他放在这个？要么就是自己承认是杀了我，要么就自己承认害死了莫娜。荣有可能杀死莫娜吗？所以说，其实我这儿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故事，非常想开个脑洞讲。我讲嘛，那天莫娜为什么会去到车少人少的一个十字路口？他约的，对，像不像是被人约过去的，专门约在那儿的？你可以开脑洞，而且开得非常精彩。可是你的证据呢？这个坚定的证据在于，就是整个里边说了，这4个人有人真的恨我，有人被我故意种下了杀机。你也不真的恨他，你也没有杀机，邀请你来干嘛？我觉得啊，首先呢，刚才的脑洞里不合理的地方是，第一点，荣不知道张的路线会在哪，确实，第二点，从一个女性来讲，她那么多年的情感，后来图书室里面，她发现一个那么偌大的一个画像挂在那儿，是跟她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她都不能进去的一个禁区，她是会恨的。这个东西能不能组成杀机呢？要看每个女生她对自己的情感和对自己这些年的青春的一个评估。确实，但是如果你说她是要杀掉莫娜去得到这个男人，对不起，这个男人是自己做的决定，是莫娜在4月29号出了车祸之后，5月16号就跟他求婚了。那他有本事把这个女的推死，他也没有本事逼这个男的娶她呀。对，这个逻辑上我是觉得是稍微有点牵强。厉害，对。确实，张呢？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单独指向我的。最终那个人指的是那个人必须当众说出自己的秘密，要么成为杀死他的凶手，要么是害死莫娜的凶手。在真的眼里边，害死莫娜凶手只有我一个。对。他预料到我可能会杀他，但就算我不杀他，我也得承认我是害死莫娜的凶手。你为什么呀？要承认？因为他调查他了，来这儿的理由啊。你来调查了吗？就都查出来了。哦，对。所以这句话是真的。哦，如果是他，应打不开这句话也指的是我。什么玩意儿啊？如果是他，一定打不开，因为我之前被他要挟那个秘密是我是个大色盲。我为什么搭配都是红配绿？因为我看着都是灰的。哦，眼前的黑不是黑嘛？你要的白是什么白？他也是个瞎设计。他说他眼前的黑不是黑，你问他白是什么白都分不清楚，对不对啊？
哦，我早就看出来了。哈哈。我这个色盲是后天的，设计界都说我是老来得才，就是年轻的时候只是平平无奇的一个设计师，不色盲的时候设计的不行。我是后来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突然得了这个红绿色盲然后我没跟任何人说，但是我得了色盲之后，反而我瞎搭的这个东西一下就火了，但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搭，因为我看都是灰的。这个就是解释了我为什么能考驾照。如果我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会有驾照。为什么会出车祸？我闯红灯了，我红绿大闪没看见。所以它还有这颜色那个骗人的那个事儿。你进门依次是黑的、白的、红，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他为什么知道我色盲是今年的1月份？我们俩去钓鱼，我一竿下去，我说好大一条灰鱼啊！明明是一条红锦鲤，那是锦鲤。我说完了，瞒不住了。那条锦鲤。当天晚上我们俩喝上头水喝大了，我就把我色盲的事跟他吐露了。不是你要是色盲，你打不开这个密道，你就不可能作案。那就把我排了。那就是把他排了。我是觉得留学生刚才的那个敏锐的点很重要，就是几度昏迷。一名女性被车辆撞倒，肇事司机当场逃逸，伤者被送医后几度陷入昏迷，说明他几度清醒过。有可能当时莫娜清醒的时候跟他讲了，他说我是在绿灯的时候过马路被撞的，也就是对方闯红灯了。可以联想吧，他红绿色盲，他又说他曾经经过莫娜出车祸的那条路。但是你看啊，他跟后面这句冲突了，就是说是成为杀死我的凶手，还是害死莫娜的凶手？刚才咱们都认为这句话指我，对不对？但是他前面已经用手法把我卡掉了，后面又在说这句话，也就说明在真的眼里边，莫娜的死是我造成的。他要的就是让你不可能有意外进入到密室。你是他整个计划里面的安全感，因为你永远进不了这个密室，所以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手法里面从前面进，所以你为了洗清嫌疑，才不得不承认红绿色盲。最终那个人必须当众说出自己的秘密，要么成为杀死他的凶手，要么是害死莫娜的凶手。我之前被他要挟那个秘密是我是个大色盲，所以真的计划他已经成功了。哦，那我们再来画一下凶手的画像。首先第一点，他得去过书房，得找到这个毒药。对，第二点，他得去过会客室，知道那个地方放冰桶的地方上面正好对着这个通风口，还得回来观察这。第三点，他得对这个地方相对熟悉，他知道有密道机关这种可能性。第四点，他在4点以前得有第一步的行动，得下毒，然后他在6点之后到6点半之间，他有第二步行动，得真的把它丢下海里面。而且这里面他的杀机得足够。那个毒在书房是什么地方被找的？是书桌的柜子。哦，你好毒。还算挺明显的，对吧？就只要是翻箱倒柜的人都会找到。但是就是去找东西哈，找东西他就会容易翻着发现一个暗门什么类似这样的。张，你在书房里发现什么了吗？啥没发现？和你在书房里发现什么了吗？啥都没有。你在书房里发现什么了吗？我是去找人的，我不是找东西的。我去他的书房找我的手稿。你也去找手稿了？对，看那个底。我来找他原因就是因为我慢慢的回忆起了更多这件事情，我来想找他问明白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没有见到他本人，我在他书房里边看到了这本杀人灵感，就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我的杀机，但是我一定要见到本人确认清楚。
我跟魏没有去会客厅，我去敲了会议室的门，但我没进去。你俩都进去了吗？进去了。就是对我来讲啊，我是去找人的，我不会去翻东西，你明白我意思吗？我首先第一点呢，我真的不是去翻东西的，我就是去找他问一问，你知道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谈？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第二点，我不知道他知道多少；第三点，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在他那翻的证据，因为所有东西是我自己做的，而不是说我要看他，比如说他那有没有杀掉我父亲的证据，或者是有没有欺骗我的证据。所以我是去找人的，所以我一看屋里没人，我就走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得跟这个真生活里头非常熟，就是之前得跟他一直接触过的人啊。我觉得目前存在在这个逻辑里边，起码总来这儿的就一个是我，一个是荣。荣是之前常来，我是这一年真才给我的这个钥匙，但是我这一年一直在上大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已知信息是我就算来到这里的情况下，也是会提前跟他说。勋作为一个编辑，有可能吗？编辑你一天到晚交稿、催稿的，也有可能来吧？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书了。我再开一个脑洞啊，真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把自己资助的这个孩子当做自己的一个助手，就是告诉他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然后请他去配合这件事，因为我怎么想都是需要配合，他为的是把我们4个炸出来。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刘发现了这个，他产生了杀机，将计就计就把真给杀了。这是我开的一个脑洞啊，因为我刚才也开了这个，我刚才也开了这个。你倒是说呀，那我也随一个吧，我也开一个。首先第一点，因为他用假死就是为了要知道有人毒他，那他必须要准备毒药。第二点，那么真如果备了毒药，他如何让凶手知道这里有毒药可以用？他是不是得给他点一下？对，他要怎么点才能让凶手可以？他甚至要明示，对，但是他告诉你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只是为了要找我的杀害莫娜的仇人，有可能都直接点了这个事儿。我要你做的只是把这个戏码我们做实做足，但是呢，没有想到后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新的可能性，精彩，明白了哦。同理，这件事情他也可以拿来要挟我，要挟张，因为我们都有把柄在他手里嘛。就是您刚才那脑洞之后，我感觉都说通了，是不是？我是1天前我跟他聊天记录那个东西，我觉得他做不了假。如果他真的找我搭手，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给我发一封邀请函。这是我排你的唯一。不用到1天之前，我主动跟他说，他跟我说，哎，今天有个书友会，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还能去搭把手。他不是那种说好吧，快来吧。我觉得我对真是完全信任，但真对我肯定是严防死守，因为他会觉得我是真的可能会借着他的机会弄死他啊。因为他觉得你们4个人对不起他，但他自己知道他害了我，他对不起我，所以说他对我一定是严防死守。那架不住你聪慧啊，你不再聪慧，我也不是，所以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假死的这个机会，看见把他给撇下去了。如果按你们这个逻辑，因为他防着你啊，我有的是时间跟有的是精力去搞死他，就是这个。可是不是他一直防着你啊？对啊，他一直防着我，所以说他今天根本就不想让我来。我觉得今天这整个局对他而言肯定不是意外，还是一个事儿。我认一个事儿，第2个进去的人一定是投毒的人，因为第2个进去投毒的人发现碰了一下真有反应，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毒可能不起效，所以说我就不能再用这个毒2次杀他，我就只能把他扔海里了，一了百了。对。那所以说，第2个进去的人，他不是第1个投毒的人的话，那第2个进去的人第一反应一定是酒里有毒，毒死他，对吧？我们都试出那个里边有毒了，我干嘛不毒他一下呢？真如果设立这个局，让这4个人来，
一定真能保证这4个人有人会动手，起码动第1轮的手。他保证啊，他觉得，所以说这个点就在于，我如果动，我只可能动第2轮，那就证明第1轮的人没有害死真，那就第1轮人站起来告诉大家说第1轮这个事儿是我干的。如果有人认下毒的话，他的嫌疑是特别大。但问题现在是下毒跟陈海是一个人，他是完全不可能是下毒女人。我觉得就那个第1轮的毒很有可能是真下的呀。反正我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应该是他们俩2选1。但是如果说从第1轮的那个药确实是凶手动过手的，那就可以把刘排掉。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些呢，这套作案手法都是马虎眼。就是我们是从所有他说有点蹊跷之后才开始算的。我同意真说的，就是说真正破案的关键得从后半小时。那当然，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前半小时你说就是有蹊跷之后，谁开始有好奇心，想要做这件事情了？有蹊跷，他就可能会去再看。对啊，那万一查出来那当然会查你们的东西，对吧？哦，你说他有那个查出来那个紧迫感啊。其实我跟刘一样的，都是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不是要杀，而是要问清楚嘛。但是呢，我跟你不一样的点就是，我首先不知道他知道多少，第2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唯一知道的人。因为请注意，那个拍摄的方式是警察的照片，他是拉着警戒线的，他不是一个路过的路人拍的，他是调查局拍的。那所以我杀掉他，事情就结束了吗？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一定不是会去杀他的那个人。那只是一个现场照，就警察发现死人了，对吧？然后真拿着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本身不意味着什么，是真拿着这张照片寄给他说我知道你的秘密。如果警察都知道了，警察就早就抓他了。对，警察不知道。我藏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知道你的小秘密，我是不是得弄清楚到底怎么知道的？谁知道？还有谁知道？杀一个没有用呀。有一个问题是你之前杀过人，就是我杀的是我的杀母仇人，而且他被判了之后，结果因为精神病被关了半年之后他就出来了。你做错了一件事，你为了不，这不代表我杀人成性，我只是想跟你说，因为我非常不能够接受你这个理由，我杀过人，我就会再杀人。那我怎么知道你聊没聊过呢？因为你被威胁了，还是很严重的。就是我都杀过人的秘密被你掌握了，我再跟你聊了，并且我还要先去掌握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我心中的杀鸡排第1名的是刘，杀父之仇；第2名的是勋，最弱的是荣。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杀鸡教在于说真写的一个杀人手法里边有个手法跟我父亲的死亡情况很像。我在他书房看到这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情，我来找他也只是想来问他这件事情，我需要确认。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为什么不是我？第一，我杀机并不明显，我只是想要离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且我已经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其实我不需要他，所以我才搬离了他。我是要逃离他的。他的恨没有恨到要他必须死。对，我没有要到杀人的那个地步。第二，我想讲，刚才刘说，因为我对这个环境比较熟悉，你在这里生活过，我是在这里生活过，但是真感逆到这些所有的事情是在我搬离了这个地方之后，且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再来过这个地方。明白。而且如果第1轮的时候真假死，对我来讲，如果他没死的话，我就会继续找他去签那个离婚协议书，我也不会去杀他。首先啊，他的诉求是离婚，对，但最后的结果是失踪，对吗？我们最后张公子发现他是个意外，而且凶手不是从密道进去之后吗？进去之后，其实有毒的那个东西还是在冰桶里的。他知道是假死之后，他有2种选择，一种是将计就计，就把真毒药给你来上一点，你假死变真死，你的尸体还在这儿，格局不变。他换了一招。
用2人的陈海，他要造一个失踪，真失踪了，活着呢，永远找不到了。所以做失踪还是做他死在那儿，这个结局对凶手来说是有区别的。是的，对吧？是的。做失踪来说对他是不好的，失踪更离不了了，失踪更离不了了呀。对呀，他就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失踪的局，他更离不了婚了。所以这不是我做失踪对他来说，这个就成传奇。对。勋有一点特别不做好的是什么？在我们当中，最后陈海的这一笔最大得意的是勋。就很像是，反正大家也没见过他，他希望这个人可以从世界上消失，然后我们就可以以别的方式继续让这个作者跟他的作品继续。他的版权都在那儿。这书会卖爆啊哈！传奇侦探小说家消失了，这个悬案破不了，他的书会卖爆。对，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不是。那他如果离奇的死了，这个跟他没有死啊，他是消失啊。那你们现在不是知道他死了吗？他们就是是不是这个妙妙屋就可以变成他纪念他的圣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意外嘛，这就是把他扔下去的那一刻，一定是希望他消失。但是看到他死那一下就已经够了。对，扔下去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我必须也要为勋说一下，其实让他失踪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当然不是，因为你后面还是想要有作品。不，死的话你只能卖这一本书，消失的话，未来你可以以他的方式接着写。我想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没有人知道真只有1年的生命了。啊，对，所以呢，它的存在对于大家的困扰到底有多久？我为什么觉得勋比荣杀机多一点？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希望苍河这个品牌，要么就是由他继续来控制，要么就是有一个好的延续。而任由真的发挥的话，苍河会死在第6集，而且后续的周边的所有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再开发，所以这是他的一点点杀机。我能替我自己辩解一下吗？来，因为首先我在你们没有见到苍河之前把他杀了，这是最好的。他如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个 IP 永远是我的。这个太对了。如果你们按这个维护 IP 来考虑的话，起码今天你们几个出去以后会说苍河是个男的，那我这个品牌基本就没有了。这个原来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但是，那你要这么狠，你应该把我们都杀了呀。然后那是啊，对啊，不是你如果玩一个消失的话，应该你们都消失。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因为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会告诉大家，没有苍河这个女作家，对啊，她是个男的，我一定会说的。对她来讲，这一定是这个品牌的结束。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就应该在这个维度会之前就把他弄死，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他。作者其实是个男性，这是一个你不愿意戳破，但是你做了一个消失局，做了一个消失的小说家，这个要比我们出去传他其实是个男的，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是的，在这个里面，他消失的这个手法没有存在让他消失的事儿，这是对我一个冤枉。消失这件事不合理的情况是我一定要在之前动手，往后就抛尸，不存在消失一说。就是你们能出去说他消失了吗？不，我们如果知道他假死并且失踪了，我们会觉得他是逃跑了。对，就会说他是消失了。我今天为什么来参加这个维读会？我是来确认到底他第6稿改没改。如果他没改，我就告他违约。哎，刚才真的视角里对他的那个评价是什么？因为他之前他觉得明真的假期不是苍河的假期，就是往心里去了，还是漏了，憋了1集了。终于说错了。因为他之前觉得苍河的假期像是我给苍河做的一个结局。对，因为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就是从人设上来讲，他可能隐瞒了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他们对他的那个恶的压榨，就是压榨。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做了假期，
真的视角里边是说结局只能由我来决定。那我一直要改那个结局。他说的好像是说我们只是对结局，我让他改他不改，我让他那什么苦口婆心的。也许他们这个出版社对于真的那种控制跟压迫，要比勋说出来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他都要死了，仓和这是他的著作，不管是他对他前面的那个 Muse 也好，还是对他自己这一辈子的作品也好，这个系列的结局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很尊重他的，他每他3、4年出一部，但是在这个作家的视角里边，都已经到了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终结仓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除非你们出版社已经跟人家说了，说我们要绕过你出仓和的结局，不用你写的那本。对，我们要代笔。不是那样，我就不用来了，因为他这个形象，他跟我签了合同，在我这他本身不能露面。他说他是，我说你不是。对。他没有办法证明是他是，就是说的特别棒，因为我是编辑，你按你那个想的是官大，就是把他们都给欺压了那种。我去了啊，去了，加油加油，一定没问题。好，来投票。我和张都是被真威胁的人，但张因为他色盲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判断如何去打开那个机关，所以他从手法上被排除了。那么容博主他的目的是要离婚，奔向他的自由。他在做了一个手法把他弄去失踪，他不就更得不到他想要的吗？所以我把容也排除了。那么接下来就剩下留学生和勋编辑。留学生呢，他有很明确的杀机，因为他的父亲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真在设计一些作案手法的时候，然后无差别的杀人，害死的。但是呢，因为他只看到了一张设计图，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就这么做的？我觉得如果没有看到那张，比如说我必须要保证它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面，我觉得留学生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简单的去杀掉他的所谓的真叔叔，所以呢，视线就聚焦在勋编辑的身上。勋编辑的点是在于，如果是这个真失踪了，那么仓和不管他是男是女，至少这个人没死，后面的作品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延续。可是如果按照真的做法的话，那么仓和其实会死在第6集。所以出于一个从小编辑努力打拼到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 IP 的情况下，勋也是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的。所以呢，排下来我只能把今天这票挂给勋编辑了。何小说确实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不是杀一个人就一定会杀第2个人的。留学生呢，很容易成为一个知道自己一直是被人关注，然后被控制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终于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在那儿晕了，所以呢，他就把他丢下海。所以这一票投给留学生。就是在我的视角里呢，前期一直是认为在何跟勋中间，他们2个人上 PK 台的。勋呢，我当时想的是，如果他把真包装成一个消失的传奇，那他的这个系列的书就会畅销，给他带来很多的利益。勋后来他辩解的态度也非常的真诚，然后导致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何。那我跟何是处于同一处境的，都是在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的秘密被他得知。而且他一旦曝光，就有可能毁掉我们的前程。在这个角度下，我们的杀机都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非常的难。在我心目中，我是排容的，然后排了这个张，还有其实勋我也排了。对，我不相信，这就是何跟刘这2个人，一定有一个人蛊惑了我，要不就是我完全想错了，根本就是勋。反了，就这么着吧，好吧。
熏和2选1。我觉得从杀人手法上而言，熏可能会比较像，但是单纯又从急迫度的而言的话，可能会像和的急迫性会大一些，动手的可能性可能比熏大一些。不管了。刘是一直在我的凶手的考虑的范围内，因为我一直觉得排他的点就得是那个第一轮的那个药是凶手做的。才能排除刘，可是我一直不觉得那个药是凶手做的，我觉得就是真自己做的，所以一直没有把它排掉。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熏在我这儿是自始至终他的嫌疑非常大的，所以我的这一票就是你啦。玩得好呀，熏老师。不是我。真不是我，嘴角上压一压，真不是我。来吧，来吧，请公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11季第11案中，谁是杀害真妙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今天没我啊！你们怎么敢的呀？你这么自信吗？我肯定没有。你这么自信吗？肯定没有我呀。获得0票的玩家是张射箭 ，Only one， 容博主啊，不可能有我的票吧？共2位玩家获得0票，还有我还有我厉害。剩下的票数集中在熏编辑、何小说和留学生之中。我怎么还能有票呢？何小说、熏编辑、留学生各获得2票，3人平票。平票哦，精彩！真寄这张照片来给和说我知道你杀人的真相，那未必代表说这个事情是警察都知道，或者调查组或者很多人都知道。那以何来说，就像张一样，我这么成功的人生中，一个最大的污点、最大的秘密被你知道了，并且今天晚上就有一个不可能的密室杀人计划可以把你除掉，我觉得这个杀机还是很大的。我把这投给何小硕。更想投的是刘，就是因为他之前去过他们屋，他跟那个真比较熟，还有那个他跟真的那个对话，他就去帮忙了。结果他帮着忙，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把真给杀了。所以我会认为是刘，好吧，就是刘了。从扔进海里的这个手法，我盘了所有人，唯一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只有熏，因为当真消失对他来说其实是获利最大的。所以我的这一票就是你啦。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投票，嫌疑人再发言1轮，由另外3人同时投票。何小说1号，熏编辑2号，留学生3号，请3人依次发言。首先第一点，我来到这儿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以为我藏得很好的事情，而且隔了那么多年，我还大剌剌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文学作品，还卖脸，在这售卖。我心中已经完全放下了防备，居然有人跟我说知道了秘密，还拿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一个调查的照片放到我的桌上，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查到我身上？因为死者与我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我心中呢是10万个为什么，而不是对于真的仇恨。那么当真死了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讲是不利的，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照片是从哪里来的，我更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要把这件事揪出来，更不知道真和当年的那个死者是什么关系，是他来报仇了吗？是他要为什么人要伸张正义吗？所以我有很多的不解。那么其实我来这就是来找他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整个的心路历程。完了，
我主要是要维持这个角色不 OOC， 因为我自己也是伴随着这个角色一起长大的。之前给的那个结局呢，说是被车撞死了，这个是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今天来主要是要来跟他说要改结局。如果他死在这儿了，就肯定是我们几个人干的，对吧？但如果他消失了，可能就不知道是谁干的。我觉得这是凶手的这个逻辑。因为你们几个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所以我让他制造一个失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到我发言了。就我的点还是在于这件事情，因为我杀机非常重，然后，但是我首先第一件事情，我确实已知所有的信息里边，我是最晚的收到这个信息的。就他27号通知你们来开会的话，他一定在你们4个人当中已经决定了，一定会有人在他的引导之下做出第一步。那如果你们有人做第一步，那你们没有做第二步，你就站出来跳。但一直没有人说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是，干第一步投毒的人跟干第二步扔海的人一定是一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干第一步的人是投毒的人，他发现有膝跳反应，证明这个毒没有把他毒死的情况下，他才会去找第二个方式去杀死他，把他扔海里。如果说我作为第二个人进去的话，我当时会在想，我第一反应一定是接着用那个毒毒他。所以说这个点是在我这儿，是我一定不构成凶手的一件事情。我可能现在比较倾向于怀疑群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个突发事件，就是君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事情啊没关系，然后他消失啊或者怎么着，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在4点，本来他以为这个人真会上来说一切，然后他发现真没有说，真只是说1个小时之后见，在这1个小时之内他就想赶紧把这个事儿给干完了。我不知道，我瞎胡说，但是我觉得我身上2票大概率也不是从你们3个手里边出的。别，我没那么聪明。请3人闭上眼睛，不能跟票。啊！我操，现在完全颠覆我，完了。3、2、1，请投票。下投了。请睁开眼睛。我们仨都是2，我3人都比，3人以为合照呢，比了个耶。对，比了个耶。先看看吧，您先进吧。勋边境，请进铁笼。哎，这也太抓马了。有这么突然？就这么突然。来吧，请宣布。刺激。勋边境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但是，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勋边境。成功！哦，幸亏还有最后这个，要不然我失败了。对。我在大侦探里面第一次3搜到了你的关键行程记录。什么东西啊？好吓人！快让我们看看，快让我们看看。就是这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在哪儿啊？在他的床底下。就是这张照片。我不顾形象的照搬下寸的，就去找，然后结果找到了。找到了，对。你好厉害啊！下面，请送上侦探徽章。没事，我也没有徽章。你来了呀，小宝儿。小宝，辛苦你啦，谢谢。太可惜。有，谢谢。可以。大勋太可惜了，差一点儿。
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感谢外星人维 C 水，谢谢。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各位，谢谢。小布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谢谢。来，辛苦大家，拜拜了。铁门啊，铁窗啊，铁拜拜。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老朋友，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小齐好，观众好；翁同燕法官，大家好；欢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一斐沈教授，欢迎。大家好。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在真的妙妙屋里，众人受邀前来参加推理作家苍河的新书围读会，凶手提前发现真妙的计划与别墅密道。随着私家侦探大百科的到来，自称苍河的真妙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来，请法官为本案的凶手定罪量刑。凶手呢，蓄意实施了杀人行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之后，又抛尸入海，主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内处刑。在本案当中，真妙为了制造被谋杀的假象，预先设计了不同的杀人手法，让到场的5位客人都有了杀死自己的嫌疑。那真妙的这种行为是否会构成诬告陷害罪呢？从这个案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真妙呢，他通过伪造现场，刻意制造自身被害的这么一种假象，使这个荣、张、何、刘、勋这5个人呢陷入了杀人的嫌疑。但是呢，诬告陷害罪呢，它是有构成要件，要向有关的机关来举告或者告发。我们从这个案子里边可以看到，真妙他的主观目的只是为了泄愤报复，实际上他没有存在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这么一个主观故意，因此呢，他是依法呢是不构成诬告陷害罪的。但是不排除他的行为不构成别的相应的民事责任啊，或者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这个相应的行政责任。本案里面，莫娜去世之后，真妙决定把主角苍河写死，彻底完结苍河系列。虽然真妙和勋2人在剧情中没有合作创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共同创作的纠纷屡见不鲜。想问一下法官，如果真妙和勋2人具有共同创作关系，从法律角度应该如何来进行看待？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啊，苍河系列属于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那么著作权呢是由真妙、勋2人共同享有，权利的行使原则上呢就应当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真妙是在未与勋充分协商这么一个情况下，单方面就决定将主角写死，终止这个系列的创作。在程序上，它就确实不符合什么的合作作品应当协商一致这么一个要求。也损害了勋对于作品后续发展的合理期待。从权利行使的边界来看呢，真妙作为长期实际执笔的这么一个核心创作者，他的行为属于对作品艺术走向与故事完整性的这么一个正常处分。根据这整个一个事件发展的一个脉络，最后的结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他也没有最终的歪曲和
实质性的篡改作品，那么因此呢，还是不构成对于这个著作权的一个实质性的侵权。而勋呢，同样作为一个共同的著作权人，在和真妙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他是没有权利单方面违背真妙的意志，擅自篡改已经定稿的结局啊，同时还要出版发行。实际上，勋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利的范围，也就是说，相较于真妙他们这种违反程序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勋的对于一个共同著作权的侵害，实际上更严重的。既侵犯了真妙享有的修改权与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同时呢，它也迫害了合作作品的整体完整性，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现实当中，生成式 AI 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就会关心说，这个 AI 创作会不会冲击原作者的著作权？一些 AI 生成的涉嫌过度模仿、抄袭的作品，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进行追责呢？首先就要判断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不是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这种判断的核心标准呢，其实和传统作品的侵权认定是相似的，是一致的。依然的这个标准就是实质性相似。所谓的这个实质性相似，就是指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和原作品在独创性的表达部分是不是高度重合，它是不是简单模仿了这个风格、题材、思想，然后仍然有自己独创性的部分，还是说它就是复制了原有的独有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或者是对话设计，或者是画面构图等等这些具体的表达，这就是判断的核心标准。当然，另外我们在判断这个著作权侵权上面呢，还要注意它是不是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以盈利为目的去发布。如果只是以个人学习评论或者是研究的这个目的，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那它也是不构成著作权侵权的。那这些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也会受著作权的保护呢？那这个著作权又该归谁所有？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呢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类的智力成果。那现在 AI 如此普及，也生成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至于这些 AI 生成的作品是否受著作权的保护，核心仍然是看人类在这个 AI 生成的过程中到底做了多少工作，有没有个性化，有没有创造性，有审美判断的那个部分。AI 本身是不能成为著作权的主体的，那作品的著作权依法是归属于对这个生成过程进行实质性的控制，投入创造性劳动的这些人，这些真正的自然人。判断的核心标准其实还是在于最终成果是不是体现了人的智力的投入和独创性的表达。那这样就能够和 AI 自动生成的那些内容形成这种明显的区别。那相应的，人就能够享有独创性的部分，也是针对它有智力投入的这个部分，而不是 AI 生成的这个部分。对，我们前一阵子开了一个 AI 和社会学的一个会议，我们在讨论 AI 在这种创作方面跟人类的这种边界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发现 AI 到目前为止它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法律和社会层面的责任主体。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界定相关权利和责任问题的一个关键它 AI 生成的内容的著作权还是要归属于那个创造性的劳动。那么同理，如果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出现侵权违法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 AI 本身是不对这个行为负责的。这个责任依然是由发布这个 AI 内容的自然人来承担的。对，而且这个话题的确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各个行业的创作者们都在讨论的事情，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刚刚所讲述的写小说编剧本做视频而是它能够把所有的问题更加细致化的，比如说模仿具体某个人的风格，甚至某些程度上可以做到以假乱真。那很多创作者们就开始各种担心说那他如此高效、如此快速的创作出内容来，那人类创作有一天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怎样的看法？我自己是觉得 AI 对于人类的有些取代是已经在发生的，工具性的替代不是未来发生，已经发生了。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很想招一个研究助理，帮我们来做访谈资料的一个整理、分类，然后编码的工作。然后 AI 出来以后，就取消了我的这个招聘计划。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所谓的工具性的，那你在未来就一定会被替代掉。但是呢，你价值性的东西，它其实不太能取代。其实 AI 反过来，我觉得不是考虑替代或不替代的问题，而是它回归到人本身到底是工具还是目标。其实反倒是 AI 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人的价值，所以它真正不能取代的就是我们这些体验的人的这些价值判断的东西，我们的偏好它不能取代。所以我反倒是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人文社科它的重要性其实是重要的，而不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在形塑你这些价值观的作为人不可替代的东西，而那些工具性的东西很可能反倒会更多的被替代掉。所以我也是一直鼓励所有的父母，包括在做家庭教育的时候，更多的保护你孩子作为人的一面，作为他创造力的一面啊，作为他个性特征的一面，而不要完全只聚焦在他工具性的发展，因为你越聚焦在工具性的发展，你可能越会被替代。而我对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们，我鼓励他们是，你一定要去体验真实的生活，你不要完全只停留在网络上。你那些独有的个人经历，你那些不可复制的记忆，这才是你作为人的最终珍贵的这些财富，才是你将来可以真正能够发展的一个地方。这是 AI 所不能够超越的地方。而且我们经常讲什么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本身来讲就是体现人的学识、资历、阅历，甚至是包括我们的情感，甚至包括我们的情绪。AI 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人类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所谓的 AI 替代人类，它替代的是那种程序化、重复化的那些劳务性的、事务性的工作。本身我们人类社会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工具的完善、技术的进步、科学的昌明，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大限度的来解放我们的双手，能够我们使我们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的创作中去。对，但我也特别能理解身边很多朋友对 AI 的焦虑，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偏重于所谓的理性思考、工具化的思考。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陈老师，我觉得我除了工具价值以外，我没什么别的价值。但我说你去仔细的比较一下，你一定有一些你的独特性的东西，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只是我们在过去特别偏重的那一块，我们特别忽视的那一块，可能我们现在要调一下偏重，可能你曾经被忽视的那一块，你再自己好好的挖掘挖掘。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去应对焦虑的一种方式方法，而不是简单的说替代或不替代，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对 AI 技术的进步的确带给了我们很多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如何去进行生活和如何为人的一种思考。而这个故事也警醒我们，我们可以有热爱，可以有坚持，可以有遗憾，但是不可以逾越边界。爱有界，创作有界，正义亦然。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带来了精彩的解读和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期再见。再见。真妙这个人呢，他觉得荣跟莫娜特别像，所以就一直留着荣在他身边做他的这个莫娜的这个替身。他有点太偏执了，因为自己的一些私欲就控制另外一个人，然后欺骗另外一个人。死者他又有点疯魔的感觉，一个对莫娜的执念，还有一个点他是在煽动别人的杀机，这个点就说明这人的精神状态或者在创作上已经有点过了那条线了。我是这个人物呢，有点遗憾的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她的人生里面只剩下了爱情，她选择了为了爱情就留在真的身边，跟她一起同甘共苦。哪怕真明明知道他花粉过敏，但是还要继续送他太阳花，他选择去闭上半只眼睛，去面对他的感情的生活，他的世界。到最后两个人都形同陌路了，他也可以大胆的说，从头开始来创业，看自己的闪光点是什么，能做什么。他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自由的，他很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是勇敢的。这一集确实是特别的百感交集。从张的角度来说，他这个眼睛是有点色弱，然后倒把自己那个变成了一个艺术大师。这事儿如果公布出去，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事儿毁了他呢？我觉得很厉害啊。然后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一个内容要出圈很不容易。从何小说的这个身份来讲，他把自己亲身经历写成故事之后，
想到用这个所谓的颜值来助推一下，果然他就成功了。那么这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它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很多作家在创作小说的时候，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给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但是其实这样反而慢慢的会容易让你分不清现实跟你创作的笔下的角色的关系。一个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其实也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因为大家对这个角色是有敬畏之心，所以呢，一旦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设崩塌的这种，对于读者来说也好啊，是他的粉丝来说也好，是不能接受的，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然后就真的让这个角色在所有的读者心中就变得人设崩塌了。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创作的冲动和你创作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目的的话，有可能能够出现一个好的内容。好的内容不见得能够火爆出圈，但是你的好的内容就是放在那儿了，我觉得那个是最实在的。我个人认为，其实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跟才华同样重要的是诚实。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长腾鬼笑、异次元密室。法则